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这一台就是我们的 All New Proton Saga， 我们有开了一个 WhatsApp 的群组哦，里面有好几百个对 All New Saga 有兴趣的朋友都有在里面做讨论，甚至有很多是准车主啊，已经快要拿车了，有些是已经拿车了的。我在这个群组里面就有看到很多人重复的在问的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刚拿 New Saga 这台车有什么东西是需要注意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一一跟大家讲解，如果你买了一台新车，不一定是要 New Saga 啦，那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啦。OK， 这一台就是我的 All New Saga， 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我换 rim 换打压了的那一部影片了。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嘞？有些人对驾驶比较有要求，像我这样子啦，就是要注意整台车的抓地力，外观也好看啦。所以我就有换了一个205/45R16的 Continental MC7 的轮胎，这个轮胎真的 very good， 大力推荐。那 Sport Rim 方面呢，我换的是赛用级别的这个铝圈哦，是来自 Rexer 的 RP10X。拿车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我相信很多间 showroom 其实都有把这个 PDI 的东西做好来了。什么是 PDI？PDI 就是在出车之前，他会先把你的车检查一遍。但是 Proton Saga 这台车，可能他们销售到比较急，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小小的东西需要车主自己去察觉啦。如果你买的跟我一样是 Premium 版本的话，你在开关这个 Side Mirror 的时候，可能可以注意一下这个 Side Mirror 里面有没有发出什么奇怪的声音，因为我们在群组上面就有看到有些人的 Side Mirror 在关的时候就有咔咔咔咔咔的声音啊。有一个东西是比较少人会去发觉到的，但是我自己在出车的时候就有看到了，我的这个 bonnet 它的组装有一点点不平啊，就是左右边有一点点不平。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有发现这个问题的话，真的不用担心 ，Service Center 一定会帮你解决的。我的就已经解决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画面上我的整个 bonnet 啊是已经很平整了的。然后要看你的车身有没有扁掉啦、刮花啦那些，大致上是不会有遇到这种问题啦。启动了你的车过后，一定要看你的荧幕是有亮起来。讲到荧幕这个东西呢，很多人就有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人讲这个荧幕啊是会开车开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 black out 掉，这个就会很紧张了。其实 Proton 官方啊，网络上面一发出那个消息过后，他们的 R&D 团队就赶紧的为这个中控荧幕啊做了一个全新的氛围 set 了这个问题。所以拿车的时候有什么东西需要注意？你可以打开你的这个荧幕，然后看一下你的 System Information About IHU 啊，你的 Software Version 呢，后面3个字是156的话，就是最新最 latest 不会 black out 的氛围了啦。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但是如果你看到不是156的这个尾缀的 version 的话，不用担心 ，Service Center 他们有一支 pen drive 插下去，帮你 reboot 一下就搞定了。应该是花我一个5到10分钟罢了，因为我的是第一批车嘛，不是这个最新版本，所以会有那个 black out 的可能性。不过我的车是没有试到那个 black out 问题啦。我不知道你们买车的时候有没有买大镜险，因为啊，我觉得大镜保险是蛮重要的，所以你在拿车的时候可能可以看一下你的镜子啊，前面这一片挡风玻璃有没有 stone chip 或者是挑到裂掉的状况啦。有时候是因为在运输过程中啊，你懂吗？那个螺里是这样叠上去的，然后当螺里在走highway的时候，很难讲会有石头飞过来砸到你的镜子，所以这个大镜我觉得一定要检查。打油盖有什么东西好注意呢？不是叫你注意一下你的 SA 有没有打 full tank 给你啊，因为这一台 Saga 呢，其实它的 commission 很少罢了的，所以啊，如果你的 SA 没有送你什么东西啦，它只是给你一个full tank啊，你都要 thank you 它的啊。不过我们要讲的不是打油盖打full tank啊，我们要讲的是这个打油盖啊，不管是 MC1、MC2 还是我以前的 FLX， 甚至到这个 New Saga 都有一个通病，就是有时候你在拉这个我们椅子旁边的拉环的时候，它不会自动弹开来，所以你在拿新车的时候，一般上我们是不会去拉这个盖子的嘛，你可以当场拉一拉，看它会不会弹开来。如果不会弹开来，你就叫一个人帮你拉着，然后一个人用 plastic 的东西啦，汤匙还是什么的，把它撬开来。撬开来过后，你看到这个黑色的部分吗？其实它是一个 spring plate 来的，你只需要用手指把它往外掰。这个东西是接触这个车身的金属，所以当你在拉动那个拉环的时候，这个东西往内收，这个 spring plate 它就会起到一个把这个油盖弹出来的功能。在安装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会不小心把它顶到太里面，所以我们要把它往外掰一下，它就可以自然打开了。我的这台车有没有遇到呢？有的，所以拿新车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那看
到我的这台车呢，其实也是有做了一些小小的 upgrade， 包括 rim 啊、tire， 还有一些外观上的升级啦。看到吗？我的车顶已经变成黑色了。我觉得这样子的 design 好看啊，它会把一台车的那个臃肿的感觉啊压低，而且又可以搭配上我的黑色的 side mirror 啊，原厂的哦。为了又可以搭配到车顶黑色、side mirror 黑色，我自己也是把这个原本 chrome 的地方呢，把它 wrap 成了一个黑色的门把手了。当然只是 chrome 的位置罢了。你们如果喜欢这样子的东西，想要弄这样的东西，都可以到 Excellent CS， 也就是我之前做隔热膜的那一间店。想要抄我的功课，想要做隔热膜跟我一样的同款的，价钱不到1000块啊，都可以点击影片右上角这边过去。用下来应该有3个礼拜左右了，我真的对它非常满意。那还有什么东西是需要注意的嘞？如果你们的 SA 或者如果你是之前有加入我们的这个抱团计划的话啦，我们不是有送你行车记录器了？你可以自己安装行车记录器，或者你可以让专业人士帮你安装行车记录器。但是我们在路上行驶啊，最重要的就是行车安全，行车安全也要有证据。我们自己小心开车，被人家撞到还是怎样的话，我们有证据，有把一切记录下来的话，真的是不需要去 argue 了。我们去报案的时候，直接把那个 footage 给警察看就可以了。那要把 footage 给警察看，要怎样给？很麻烦嘛，对不对？要拿那个 memory card 啊什么。所以现在70迈的行车记录器基本上都搭载了这个 WiFi 6功能，你直接用手机的软件下载，超快的。尤其是我今天这一台安装在我的 Proton Saga 上面的70迈 M800， 最新的一款真实4K 行车记录器，它是前面4K， 后方拍摄是1080p。那 Proton Saga 有一个水款的，像我这台 All New Saga 呢，我不喜欢的一个点啊，就是它的坐姿。你看到吗？我整个人坐进来，我椅子是已经调到最低了，它的椅子是可以调高低的。可是我觉得那个坐姿不太对劲，我感觉我好像在开 SUV， 很高那个坐姿，所以大镜的面积我感觉好像很小，所以我不喜欢有东西顶到我的视线。我在开车的时候，我需要我的前方的所有 vision 都是干净。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不会去选择安装一个有荧幕的行车记录器。但是如果我要超级高清的4K 画面，市面上大多数都是有荧幕的，比较大台啦，就比较不太适合我这台 Saga。所以最后我选择了一款全新发布的70迈 M800， 而且我还可以随手把它这样卸下来。这一台70迈的 M800 呢，搭载的这一颗镜头啊，是来自 Sony Starvis 2 IMX678 的这一颗感光元件，而且它的画质输出呢是真实的，采用3840x2160的4K 画质哦，而且支持 HDR 逆光、强光、阴影细节完整的保留。那一般上市面上买得到的行车记录器呢，他们都会注重在主机，就是这一台东西。那它的第2颗镜头，也就是拍后面的啦，通常就是随随便便的。不过70迈的 M800 套装呢，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后面的行车记录器的镜头照工也是非常的细腻，而且可以拍摄1080p 高清画面。这一台行车记录器它的夜拍能力也是很强，因为它的感光面积呢增加了68%，感光度增加了98%，低光表现比起同级对手是提高了100%。搭配上70迈独家的 My Color Vivid Plus Solution 呢，不管是调整亮度啊、色彩对比方面，都可以保留真实的路况色彩啊，不会过度的锐化。讲到夜间呢，当然就要讲一下70迈引以为傲的 Night O Vision 了。白天拍摄出来的画面可以清楚看到车牌，很正常嘛。夜拍也可以把车牌拍摄到非常清晰，这一点不是全部行车记录器都可以做得到啊。这一点要真的是给70迈一个大拇指啦。当然，像我这一台 Premium 版本的 Saga 呢，本来就有一个 ADAS 1.0 的功能。如果你买的是 Exact 版本，或者你买的是其他车款没有 ADAS 功能，不要紧，只要安装这一台 M800 上去呢，你的车就有 ADAS 1.0 了。前车起步提示啊、车道偏移警示啊、前方碰撞警示等等都可以做得到，而且还有智慧停车监控模式，24小时停车监控，支援碰撞侦测啊、自动录影、前后镜头同步监控，都可以在这个小小一台70迈 M800 上面实现。它是不用插 memory card 的，内建呢高达128GB 的 eMMC 存储空间哦。你们懂不懂？如果发生车祸啊，有些情况下是头尾没有录到的，但是它是有这个 buffer emergency recording 啊，也就是讲，当你发生碰撞的时候，它感应得到啊，它知道的，所以前后的画面通通都会被保留下来，绝对不会有那种漏掉没有录到的画面啊。你们有谁想要抄我的功课，给我用同款的这个行车记录器，都可以在这个影片的左下角这边看到一个 pop up， 点击进去就可以直接传送到他们的 Shopee， 还有他们的 Lazada 官方网店，在里面呢还可以使用我们 Rider ATH 加上 YouTube 加上 Shopee， 同时送给你们的专属
优惠 voucher， 只有点击这里才有啊。有时候那个折扣是可以到20-30%的。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报告的话，按暂停，它就会跑出来。那我觉得整台车啊，除了你要注意公车啦，行车记录器真的很重要。再来就是，就像刚才我们一开始影片讲的一些小小的 defect， 包括组装没有组装到太好啦，可能车身有一点点刮蹭啦，或者镜子可能有机会中 stone chip 或者裂掉等等之类的，在出车的时候仔细的检查一遍，不希望拿到一台新车开开心心，然后有很多问题嘛。但是真的不要紧，因为像是我自己的这一台车，以我的经验啊 ，Proton 他们的 service center 真的是 very good job， 可以帮我把我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好好的解决掉。所以如果你已经看了之前我有一部影片是讲我的这台车有一些小小的 defect 呢，没有错，确实有，但是我已经解决了。你看我车现在已经超美了，尤其是这个 bumper 这边啊，就已经把那个上色不均匀的地方解决了。然后我现在对我整台车也是非常满意，因为我自己去粘了一个黑顶，然后我把我的 door handle 的 chrome delete 了，我现在每天看到我的车都很开心。那接下来这台车还会做什么东西呢？了解我的朋友们都知道啦，我不可能让我的车长得好像 SUV 这样子的，它现在不像是一辆 sedan， 它现在像是一辆 crossover。你不觉得它真的太高了吗？整辆车我不太喜欢这种好像猫被吓到的时候脚撑起来的姿态，看起来很怪，所以我希望我的车是 lower 一点的。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就可以看到接下来的影片，我怎样把这辆车用最 budget 的方式弄低。没有错，你听到了一个重点，因为 Proton Saga 是一辆 budget 车型，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以 budget 为优先。行车记录器我用了非常 budget 的价钱买到一台真实 4K 高清录制的 M800 行车记录器，车顶我也是用 budget 的方式找了我们的 Jason。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络他，放在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都有他的 WhatsApp link。Screenshot 今天这一部影片，去问他这个车顶我粘多少钱，有什么选择，他一定会好好跟你解释。Precision CS 或者 Excellent Tint， 他们不只有非常好的方案帮你解决你的隔热膜问题，甚至你看我车顶粘这个黑色也是他们帮我解决。还有就是他们也有卖行车记录器，也有帮人家安装行车记录器。有兴趣的朋友赶紧联络我们的 Jason。Screenshot 今天这一部影片 send 给他，他就会给你非常好的方案，还有超级性价比的价格啊！当然轮胎我就不budget了啦，因为我个人对安全意识还是比较重的，我希望驾起来操控感跟抓地力要比较好，所以那个轮胎 over budget 一点点。下一趟就是把它 lower 有没有办法 budget 呢？有的。有没有办法又 budget 又 lower 又舒服？我不要减少它的这个舒适度，有的。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我是阿豪 ATH，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了 ，Goodbye。We ain't no clowns, but we're alive, we hold it down. Real test drives, real reviews, no factory scripts, we speak the truth. From Sapine to the streets, push it to the edge. Feel the G-force balance on the razor's edge. Don't talk to me.